历史上最致命的战争是哪一场？很多人会脱口而出，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但如果只看死亡人数，有一场战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他们。这场战争持续14年，整个中国南方几乎被战火吞没。你可能从未想过，它的死亡人数比整个欧洲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还要多。一些历史学研究认为，它可能造成2000万到7000万人死亡。换句话说，按最高估计，它的死亡规模直接对标二战级别的人口损失。但奇怪的是，很多人一辈子只在历史课本里见过它2行字。这场战争叫做太平天国战争。今天的视频我会带你搞懂3件事：第一，洪秀全为什么敢自称上帝之子？第二，7000万死亡这个数字到底靠不靠谱？第三，这样一场撼动中国的大战为何会被世界历史严重忽视？而比这些更关键的是，它如何悄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走向。一个落榜考生的神奇故事，要从一个普通读书人说起，他的名字叫洪秀全。19世纪的清朝，科举考试几乎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。洪秀全也卯足了劲儿备考，可命运偏偏跟他开了玩笑，连续几次落榜。1837年，又一次考试失利后，洪秀全彻底垮了，高烧昏迷。在迷迷糊糊的梦境里，他看到一位天父递给他一把剑，叮嘱他去斩尽世间妖魔。后来，洪秀全接触到了基督教传教士的书籍，那一刻他突然顿悟，梦里的天父就是传说中的上帝，而梦里出现的另一个人正是耶稣。于是他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，自己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的亲弟弟。听起来荒诞不经，但当时的中国社会早已积重难返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压力，18世纪到19世纪，中国人口经历了一次爆炸式增长。1700年前后，全国人口大约1亿多，到了1850年前后，直接飙升至接近4亿。可土地面积几乎没有增加，简单说，人均土地越来越少。当时的农民就像今天很多为生活奔波的人一样，拼了命耕种，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，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奢望。当人口增长远远超过资源承载，历史上从来只有2种结局：革命或者战争。太平天国恰好同时踩中了这2种结局。而真正改变历史走向的是1850年那场突如其来的爆发。起义如何席卷中国？1850年，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。起初，它只是一支几千人的地方叛乱，不起眼到没人在意。但短短几年，这支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。1853年，太平军攻下南京，将其改名为天津，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。此时的太平天国手握中国最核心的财富地带长江流域。如果用今天的视角类比，这相当于同时控制了上海、南京、武汉这些全国核心经济区。战争规模瞬间扩大，而比规模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死亡人数。7000万死亡数字从哪里来？很多资料都提到，太平天国战争可能导致2000万到7000万人死亡。这个数字听起来极其震撼，但它并非凭空而来。历史学家主要依据2类关键证据，第一是人口统计对比。1850年前后，中国人口约 4.3 亿，到1870年代骤降至约3亿，短短20多年消失了1亿多人，其中一部分是迁移，但更多人是在战争中永远失去了生命。第二是地方志的真实记载，几乎所有相关地方志都反复提到一个词，10室9空，意思是10户人家里9户已经没人了。但这里有个被忽略的关键，很多人并非死在战场，而是死于战争引发的连锁反应，饥荒、瘟疫、逃难途中的绝境。可为什么死亡规模会大到这种程度？这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。用现代视角看懂死亡规模，听到7000万人死亡，很多人没有直观概念。我们换一种方式对比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约2000万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约7000万，死亡人数大概率在2000万到7000万之间。简单说，按最高估计，它的损失和二战持平。如果用今天的国家类比，这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消失，或者整个英国的人口凭空不见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样一场浩劫却很少出现在世界历史的叙事中。原因其实很现实，并非偶然。为什么世界很少提太平天国？历史的叙事从来由文化中心决定。
19世纪的世界历史主要由欧洲和北美书写，同一时期他们更关注美国南北战争，这场战争死亡约75万人，在西方历史教育中被奉为关键转折点，反复被提及。而同一时期的太平天国战争死亡规模是它的几十倍，却很少出现在全球历史课本中。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信息传播。信息时代之前的战争遗憾，美国南北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被大规模摄影记录的战争，战场照片流传街头，报纸详细报道，电报快速传递消息，让全世界迅速知晓这场战争的全貌。但太平天国战争不同，大部分战场位于中国内陆，交通闭塞，信息滞后，当时几乎没有国际记者深入报道，也没有系统的影像文字记录留存。在信息传播滞后的年代，这场战争逐渐在全球记忆中模糊淡化，但它对中国的影响却深远到无法忽视。太平天国改变了中国什么？很多人以为太平天国只是一场失败的起义，但它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之后100年的走向。有3个关键影响。第一，清朝中央权力彻底衰落。为了镇压太平天国，清政府无力调动正规军，不得不放权给地方官员，允许他们招募乡勇，组建军队。于是曾国藩的湘军、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。这些军队不再完全听命于中央，某种程度上，中国近代的军阀割据就是从这里埋下的种子。第二，人口结构被彻底重塑。战争结束后，长江流域大量人口死亡或流离失所，原本的人口分布被打破，北方人口南下迁移，大量华人远赴东南亚和美国谋生，都与这场战争密切相关，深刻改变了全球华人的分布格局。第三，中国被迫开启现代化。太平天国的冲击让清政府彻底意识到传统军队无法应对现代战争，于是他们开始学习西方技术，创办近代工业，建立新式军队，这就是洋务运动。中国最早的工厂、学堂、海军大多诞生于这一时期。可以说，太平天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起点之一。用3句话帮你快速梳理今天的核心内容。第一，太平天国战争可能导致2000万到7000万人死亡，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之一。第二，这些死亡大多不是直接战斗造成的，而是战争引发的饥荒、瘟疫、社会崩溃带来的连锁悲剧。第三，它被世界忽视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历史叙事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，以及当时信息传播的严重滞后。这里有2个问题想和大家深度聊聊。如果这场规模堪比2战的战争发生在欧洲，今天的世界历史课本会不会彻底改写？还有一个更贴近我们的问题，如果只能选一个，你觉得太平天国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？ A. 清朝中央权力衰落， B. 地方军队崛起， C. 人口大迁移， D. 推动中国近代化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项，我会一一回复大家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用历史解读世界、挖掘冷门真相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加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颠覆认知的历史冷知识。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感兴趣，也可以去我的频道主页看看，还有很多类似的深度内容。